可能跟之前的伴侣或者是原生家庭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在那时候种下什么样的信念。我有一个个案，他跟我说，接受爱情灵气几次之后，被搭讪的几率增加。因为我以前是渣男吸尘器，长达10年，帮自己做完这些疗愈清理完之后，遇到真命天子了，前2个月才刚被求婚。嗨，欢迎收看《爱情灵肉》。Hello， 欢迎收看《爱情灵肉》，我是肉肉。今天邀请到我一个很棒的疗愈师朋友文玲。Hello， 我是文玲。情人节也将要到来，所以我特别呢想要为一些可能单身的大家，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在情人节之前可以脱单。文玲有很多关于爱，帮助大家找到爱这个主题的疗愈项目。我觉得文玲很像是一个爱情上面的辅导老师。哦，对。那我们先请文玲来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在爱的疗愈跟帮助大家找到爱这件事情，可以提供大家什么样的帮助呢？那有一门灵气呢，它是主攻爱情的，叫郁金香热情灵气。那西塔疗愈它比较像是去找到你潜意识里面的一些根源嘛，所以在西塔疗愈的个案服务里面，我就把这个服务叫心灵引渡人，就是每个人对他的爱情可能有各种的状况，那我就会先跟他聊聊，然后引导他到冥想状态，然后去看说，他可能跟之前的伴侣，或者是可能跟父母原生家庭那边发生什么事情，那在那时候种下什么样的信念，然后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另外一个爱情灵气类呢，会是渐进帮你调频的一个能量，随着持续的接受这个能量，它可以去帮你去修复创伤，然后可以让你就是更敞开心。你把这个创伤修复，然后在敞开心之后呢，你自然这个桃花人缘就会来。有一些客户呢，他们就说，因为一开始也是一直在过去的感情关系中走不出来，就还是偶尔会想到以前的对象。随着几次传送之后，他们就会突然有点醒过来的感觉，觉得我之前是在瞎什么东西。对，他们真的会这样回我，他们就说，突然觉得之前很伤心的那种感觉不见了。对，有人有这样回馈。那这样子的转变，你会怎么解释呢？就是为什么在能量改变之后，可能就会忽然觉悟，或者是改变想法？对。因为我们说能量的传送，它其实都是调频的过程。那这个灵气能量，它是从宇宙接下来的能量，它频率本来就是比我们高的。那我们透过把这样子的能量，就是它去帮你修复，然后可能去共振那个细胞的频率，那一些旧的东西就会被有点像慢慢排毒吗？排出去。那排出去之后，就是带来的算心灵的醒觉嘛，就从一个泥沼中被拉上来，你就不会再被鬼遮眼，就突然云雾散开的感觉。这个所谓旧的能量是，比如说像是一些负面情绪，或者说这本来就不是属于你的，对，这个恋情本来就不适合你，那只是帮助你更不要执着在这个事情上面。对，我觉得不要执着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像这样子能量传送的过程，它就是看你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就是创伤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的离开，那可能一开始会着重在排除负面情绪。接下来呢，有些人他可能过往创伤已经差不多，那可能给他一些新的认识人的机会，新的能量。可能有的人失恋之后会觉得我真的我不要出去了，我在家就好。对，需要一些动力这样子。我有一个个案，他真的跟我说，他原本已经都想说他没有什么动力认识人，但是接受爱情灵气几次之后，他的心里面就觉得，我好像已经准备好可以出去了，可以重新开始，蛮神奇的。对。然后有些人他是会说，他觉得好像被搭讪的几率增加。对，譬如说就是那个不熟的同事，异性同事，突然跟他很亲切的讲话什么的，这也是因为你自身的能量改变，对不对？就像你如果原本是在一个阴霾里面，就算你再漂亮或什么，人家看到你会觉得，是不要靠近他比较好。对。可是当你自己的能量调好了之后，你可能展现的是一个容光焕发，然后是一个很敞开、很欢迎来搭讪的这个状态。对，那可能原本就想跟你搭讪，就敢去了。对啊，我就会跟他们说，这是一个绿灯讯号，因为像这个能量我也都会传给我自己嘛，因为它其实不限于你有没有伴侣。那我就发现说，我其实有时候蛮常去一个工作场合，然后大部分都不认识，但是呢，就是后来就开始有人会开始亲切的跟我打招呼，然后甚至没位置的时候，他也主动帮我占位置，因为这个觉得超感恩。这种桃花不只是限于恋爱，而是说就是好人缘的意思，就是先从好人缘，就是大家看你就觉得很喜欢这个人很可爱，我很想要帮助他，很
想要亲近他，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好运气。对对，那其实市面上那么多疗愈师，可是我真的很少看到有哪一位是真的那么专门在做各式各样的爱情相关的服务的。对，那为什么文玲当初在走上这一条疗愈的路的时候，会把志向定在这边，就是帮助大家找到爱这件事情？因为我以前就会说我是渣男吸尘器，长达10年，就是过去受到很多什么背叛啊相关。那我是真的蛮感谢西塔疗愈，因为就是在西塔疗愈的过程中，我找到原来我有那种不被尊重啊，然后被背叛的信念。那真的是我把这个信念转换完没多久，就遇到我现在的伴侣。对，很恭喜！我想文玲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在这些疗愈上面很好的实例。就是像文玲说，她之前10几年都是一个渣男吸尘器，可是她做完这些疗愈，帮自己做完这些疗愈，清理完之后，他也就遇到真命天子了。对，前几个月吗？对啊，前2个月。对，前2个月才刚被求婚。我就是因为认识文玲很久，也做过文玲的个案，然后看到被求婚的讯息，我觉得哇，太棒，太恭喜，而且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该怎么讲，证明吗？见证，对，见证，就是说这件事情是真的有效的。从以前那样子的你，变成到现在那么幸福的你。对，你有想要西塔疗愈是帮你挖到一些自己的信念，然后改变。比如说在影响爱情、影响关系这件事情上面，通常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念呢？通常就是价值感、不配得感，就是我不够好。因为像我其实长期今年也第9年了，有在带一本书叫《7周遇见对的人》的读书会，就现在还正在 run。你看还有这个服务是不是？对，就我们最近刚好有在探讨这个议题，就是大家可能会常常会批判自己的身材，这个就跟你有没有爱自己有关。可是其实这个论述是说，如果连你都不喜欢你的身材，那你怎么渴望一个异性他看到你会很喜欢你？对，所以就是凡事要从接纳自己开始，就是觉得你自己已经够好够棒的价值感，因为其实你的身材跟有没有人会爱你真的是两码子事，就是世界上对不同身材喜好的人还是有很多。对啊，这个价值感，比如说可能是不是来自于我们小时候在可能童年创伤，在家庭里面受到的一些经验，比如说你可能有挖掘到一些个案的或是你自己本身为什么会有这个没有价值感、不配得的这个信念长出来呢？小时候，因为我们童年这个父母或者是主要的照顾者去对待我们的方式，就会形塑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小时候小朋友看出去的滤镜，他的世界是只有身旁照顾他的大人。对，像我之前有一个学员呢，他就是我们在做7周有一个冥想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说，他小时候还是婴儿时期的时候，因为他哭得非常大声，然后父母可能会觉得很厌烦啊，很吵闹啊，就会在他那时候呢，把他关进衣柜里面。哇，对，就是黑黑的衣柜。所以他就想到说，难怪他后来的这些伴侣都是那种不告而别，就是他会有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就莫名其妙就被抛弃了，然后他的这个需求就是哭喊再大声都没有人去理他，所以这个真的是会有影响。为什么这样子的创伤会让我们在重复的在长大之后吸引到同样的经历啊？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就形塑了一个信念，叫做不管我再怎么去讲出我的需求，我还是都没有人理我，我还是不被关注的。所以在他内在有种下了这个剧本之后，那他就会一直投射出这样的剧本出去嘛。所以在他之后的这个关系中，其实会不自觉会重复这个模式，吸引到这样子。对，像我之前是发现呢，我有这个我会被背叛这样的信念，是从我第一个男朋友开始，因为他非常的夸张。他呢，就是我那时候跟他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发现他爸爸跟他一起去对岸嫖妓。我爸爸带儿子一起，他们家庭关系还蛮复杂的。总之呢，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分手了嘛。然后结果我就发现说，我后面遇到的伴侣就是都有背叛的议题，就是要么他有很多人就是没有很尊重我，没有给我承诺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发现原来是第一个恋爱对象，造成之后都是这样。对，因为那一次的经验让你觉得说男人都会背叛我。对，所以
当你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即使我们可能平常没有意识到说我相信这件事情，可是这个想法已经种在你心里了。对，就像如果今天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坏人，那我走在路上，我当然只看得到坏的，就算好的我也看不到，或者我觉得那没什么。对，所以就是你会不断的吸引，或者不断的看到重复这样子的状况。对，因为就是说你只能看到你相信的。那是不是其实这些跟爱情有关？就是我今天想要得到爱，我今天想要被爱，我想要找到爱，其实我们都应该先从知道如何爱自己开始。对，就是其实这追本溯源都是一个爱自己的议题。你如果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价值，看到自己的好，别人也看不到你的好。对。是这样，没错。我先举我自己例子好了，就是我觉得在我遇到我男朋友那个时候啊，是我已经决定要转职的时候。你是说现在这个未婚夫吗？对，就是我已经知道说，我其实接下来的志业是想要走疗愈身心灵的方向，我已经非常知道我要干嘛。然后结果刚好也在这个时候就遇到他，然后他是可以支持我的这个事业发展的。所以有一个面向，就是在你知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也会比较容易去遇见一个你们可以一起往同一个方向走下去的伴侣。对，以我的经历是这样，然后我之前也听过一些，比如说朋友分手的例子，他们就是觉得未来没有同样的方向，或者是会觉得另外一方好像没有长进之类的，这个也会是造成分手的原因。说我觉得有一个对未来的共识感、愿景感，是对两个人关系前进蛮重要的一个方向。对，你自己是当你都解决了这些课题、这些信念，当你终于学会如何爱自己跟接纳自己之后，对你才遇到了真命天子。其中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去设定自己的底线吧，界限。因为像我在遇到我现在伴侣之前呢，有一个暧昧对象，他就会一直踩我的底线。我其实之前也都不跟别人告白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对象我其实很认真的有跟他表达过我的心意。可是呢，后来就无意间被我发现说，他有交一个女朋友，但是他也没有跟我说，但我们还是有继续出去吃喝玩乐。后来呢，我还发现他有炮友，他甚至还想要就是我们几个一起出国旅行，然后他坚持他要跟炮友要睡同一间房间，我就觉得太夸张了。那为什么要带你？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被冲昏头，所以就想说可以跟他出国，答应这样子。对啊，我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生气，气到，然后我就离开现场。那我就说我是在那个真的是很生气回去的路上，我才想说，我到底在生气什么？为什么我会一直让他这样子对我？然后我才想通说，原来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在尊重我自己。他就是一直表明说，他没有要跟你有承诺啊，也没有很关心你的感受啊，因为我都已经跟他说我是喜欢他，可是他没有在乎这些，那我干嘛要一直跟这个不在乎我的人再继续纠缠？所以我真的是从那个时候整个醒过来，醒过来之后我就不跟他联络嘛，那大概3周就遇到我现在的男朋友。那在你醒过来之后，你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疗愈呢？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有西塔疗愈的训练，我就是有点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就问说，我的生气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找到说，我不被尊重，那原来是我也不尊重自己。然后我有想到之前的很多被背叛的经历，我就是把这些都把它释放掉、转换掉，然后才顺利跟我那个男朋友连上线，因为我们是交友软体认识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西塔疗愈它的一个进行方式好了，因为如果没有听过或是没有被做过个案的人，可能不知道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今天比如说我是一个个案，我来找你，然后说文玲，我都一直遇到背叛我的人，那我们现在要怎么进行？通常做个案的话，我就是会先请对方可能大概花3到5分钟讲一下他的议题困扰，那我就会去稍微记录一下 ，OK， 他可能是被背叛啊，想要处理感情相关的议题，然后在西塔疗愈里面，我们就会先带一个冥想，就会让他全程闭上眼睛，维持在冥想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在这个冥想过程里面，你的这个思绪不会被你的大脑所影响，你是真的在一个非常平静的
状态，在这个状态里面，你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去想起过往的事情，那也可以很容易的被转换信念。那等到他到这个冥想状态之后，我就会开始去问他一些问题，譬如说，你发生这些事情，那你的感觉有哪些？那针对这一些感觉，譬如说，我不被理解啊，很伤心难过啊，那我们可能就是带着这一些感觉再回溯。就是回溯到过去，是不是小时候从小到大，你是不是也很常有这些类似的经历？那如果有，你想起来任何一件事情都很 OK， 你都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样的经历。那通常大家可能真的蛮容易回溯就回溯到小时候父母怎么对待他。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先疗愈这个小时候的自己，就是会引导个案，你可以抱抱小时候的你啊，然后看小时候的你，其实那时候有什么话想要说，是不是被误会啊什么之类的。我们会先疗愈那个过往的自己的创伤，那疗愈方式可能就是引导个案做一些情绪上面的释放，然后把可能被误会啊什么想要说的话表达出来，就是一直没有讲的话，其实也是卡住的能量。那表达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去帮个案做一些转换信念，会帮他找说，那从这个事件里面是不是就产生了哪一些负面的信念跟感觉？比如说，我们今天找到我的信念是我是不被爱的，对，我不值得被爱。对，那你会把它转换成一些，对，我们就会去释放掉这个嘛，然后再去下载，譬如说，我知道被爱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知道我不用拼命证明自己，我也是值得被爱，就是我只要存在就已经很可爱，很值得被爱，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就会把负面信念转换成正面信念。简单来说啦，就是去找到过去的创伤，然后去转换信念，然后再引导个案再重新的去回看，在过去的这个事情里面，他有没有去领悟到、学习到一些什么？譬如说，以前都是被父母权威，然后就不敢表达自己心声，所以一直就受到这样的委屈对待。那之后他是不是可以学着把自己的话勇敢的讲出来，不用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之类的？因为我们就说不是学到就是得到嘛。那过去这一些经历，你有一些受伤，但是他一定是有要你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像我之前在这种被背叛的经历里面，我其实真的就是学会要好好爱自己。就是尊重自己的，不管是身体的界限也好，就是不要那么快的去投入一段关系里面，多观察自己的需求、感受，还有多观察这个人，再决定要不要踏一步。我觉得这个是我之前在渣男吸尘器经验里面的学习。那我真的已经学会之后，我就不用再遇到这些人来考验我。所以其实，在每一次西塔疗愈里面，我们还是会希望个案他主动去看到说这件事情到底要让他学什么。那他领悟之后，他其实之后就不用再创造一样的剧本。对，就像我在学校学这一科，我已经学会了，我考过毕业了，我就不用再学一次啦。对啊，所以真的要看见你现在不顺，到底是为了你要学什么？这样，依旧遇见对的人。你现在还是睡单人床、单人枕头吗？为了要找到爱，我们先准备一个双人枕头。你去设定一个愿景，就是你未来的爱情生活，你想要怎么样？